这里是魔法界，魔法随处可见，可以骑着扫帚飞翔，可以让重物悬空漂浮。在这个世界，人们理所当然地使用魔法，魔法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认为魔法是神赐的礼物，并以魔法的优劣来确定人的身份。而就在偏远的森林深处，有一个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在动物们目瞪口呆下，少年把几百斤的杠铃舞得虎虎生风。这个老头的名字叫雷格，他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和儿子一起过着二人生活。到了他这个年纪，大部分事都不会让他感到焦躁，除了每次都会把儿子马修硬生生掰下可怜的大门。明明在这里住了很多年，马修至今都不知道家里大门要怎么开，而且修门的方式也是异常的野蛮，偏偏又顶着一张无辜的脸，让雷格完全生不起气来。马修问格雷为什么要他做重量训练，那当然是因为马修和其他人不一样，完全无法使用魔法，他想让儿子至少掌握一些保命技巧。雷格准备出门一趟，让马修好好待家里看家，千万不要一个人跑去城里。马修表面上答应的好，但一等雷格走后，就迫不及待飞奔去了城里，只为了抢购限定跑服。马修把硬币递给店员，因为太过期待，硬币居然全被他捏弯了。马修表示自己马上修理好，他拿过硬币随手一掰，硬币立刻恢复原样。看到店员直呼好可怕，这到底哪来的怪力大猩猩啊！此时一阵风吹过，马修的兜帽被吹了下来，而在众人看到马修的脸之后，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并不是因为他脸上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的脸上什么都没有。魔法警官布拉德正在阅读日报，今年魔法界的神学者已经出现，是伊斯顿魔法学院2年级的学生雷恩，这是一整年表现最为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的称号。除了晋升为贵族，获得10亿金币的奖学金之外，还能被推荐进入最高魔法机关魔法局。布拉德感叹人生不公，神学者前途无量，他却只能在这里过着无聊的生活。正当布拉德掏出魔杖准备教训刚抓来的小偷泄愤时，电话突然响起，报告称有个没有记号的小鬼正在街上闲逛。有闲吃泡芙的马修自然也注意到周围气氛的不太对劲，虽然爷爷让他不要跑去城里，但是为了哥布林泡芙，这点风险还是值得的。自顾自吃泡芙的马修不小心撞上了90度伏特加的对瓶吹，喝得醉醺醺的胖警察，一个月领不到多少钱还要做这种破事儿。憋了1肚子火的胖警察指着马修想要找茬泄愤，马修看他好可怜，就问他要不要吃泡芙，被同情了，而且泡芙还是吃了一半的。胖警察一把打掉马修手里的泡芙，问他是不是想找麻烦，而且他要怎么赔自己这件衣服。结果话音刚落，马修一把扯掉他的警服，表示这衣服等他回去洗干净了就还回来。胖警察懵逼了，现在已经不是衣服的问题好了吗？这时布拉德走过来，马修就是通报脸上没有印记的小鬼。布拉德刚想说什么，突然身边一阵风飘过，雷格举起自家儿子扭头就跑，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布拉德丝毫不慌，变出一只魔法鸟跟上父子俩。回到家后的雷格生气地斥责马修，都说过不让他擅自到城里去，他怎么就不听话呢？马修很沮丧地认错，太听话搞得雷格都不好意思发火，只好罚他再把早上的训练再做一次。马修乖乖去做，还把买来的泡芙送给爷爷。老实的雷格无言以对，这个年纪的孩子不是都很冲动吗？不应该反抗或者回骂，然后在叛逆的过程中加深彼此的感情吗？但马修也到了想要出门的年纪，为了马修，他们一直都在森林里过着隐居的生活。魔法警察已经知道了马修的存在，就在雷格思考今后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注意到了窗外监视的魔法鸟，但是为时已晚。布拉德已经带了2个跟班赶到，马修用5分钟的时间轻松完成了早上的训练量，练完收工回家吃泡芙，就在门口听见屋内传来布拉德的声音。这个世界的魔法如此昌盛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所有不会魔法的血脉全都被除掉了，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必要牺牲，不能使用魔法的人就没有活着的权利。布拉德逼问雷格马修到底去哪儿了，藏匿没有记好的人可是重罪，只要雷格乖乖交出马修，他就帮忙说情让他脱罪。即使被拷问的浑身是伤，雷格也拒不暴露马修的位置。他从小就因为魔力太弱而备受歧视，长大后一事无成，不断失败，没有任何人需要他。正当他准备结束自己这无能的一生时，草丛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脸上没有记号的婴儿被遗弃在了这里，而在被他抱起之后，婴儿停止了哭泣。这是雷格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从那时他就发誓，即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就算马修遭到这个世界的否定，他都要继续当那个孩子的父亲。雷格紧紧抱着巴拉德的腿，大吼让马修快逃，就算只是他自己，他一定要活下去。布拉德恼羞成怒，举起魔法打算给这个臭老头一个教训。马修破门而入，一拳将其中一个警察砸出了屋子，紧接着扯碎了胖警察的第2件警服。奥义连环扇巴掌之术，1秒10个巴掌，胖警察被扇得当场扑街。雷格不明白为什么马修还要回来，当然因为他们是家人的，敢欺负他爷爷的人通通都要下地狱。布拉德哈哈大笑，连魔法都不会用的人要怎么对抗他？胖警察暗自得意，布拉德以前可是魔法警卫队的，那里的魔法师都没有办法和他相提并论，更何况是没有魔力的劣等人。布拉德更是狂妄地表示3秒钟就解决你。恐怖的魔法攻击朝着马修挥去，只听一声爆炸传来，小破屋炸得原地冒烟，但马修却毫发无伤。布拉德不敢置信，
信，刚刚马修居然把他的魔法攻击一巴掌拍掉了。魔法是能用巴掌拍掉的吗？更何况那是用来驱逐巨龙的魔法呀！布拉德不信邪，当场将魔力输出量开到最大，仍旧被马修一巴掌轻松拍开，甚至还能把他的魔法当球玩，根本就是完完全全的看不起他。马修捡起格雷的魔杖，布拉德心生警惕，难道说马修会魔法？他张开魔法屏障防御，反正一般的魔法根本伤不到他。随后他就看见马修拿着魔杖做出了投掷姿态，紧接着魔杖居然破开防御，直接插进他身后的墙里了。布拉德双腿发软，魔杖居然能这么用的吗？马修警告布拉德，下次要是再敢伤害自己的家人，他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马修露的这一手，连格雷都吓得一动不动。他确实是为了叫马修自卫者的训练的，但没想到马修会把自己训练成另一个次元的怪物呀！布拉德突然哈哈大笑，提出要和马修做个交易，表示只要他答应自己的请求，他就放了他们父子俩。这个国家每年都会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作为神选之人，让大家崇拜，那就是所谓的神觉者。布拉德让马修去魔法学院成为神觉者，当然他也会提供帮助，只要他被选上，就等于被神认可，社会也会认可他。而布拉德需要的则是一个头衔下的金钱和权利，如果拒绝的话，布拉德表示他会一生一世追杀他们，被他追杀就代表被这个国家追杀。马修强大无所畏惧，但雷格可不一样，是要一辈子过着被人追杀东躲西藏的人生，还是抱着玉石俱焚的觉悟来一发逆转，选择权都在马修身上。马修果断接受了这个提案，如果这个爷爷一起安稳生活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做不到，那他就用自己的拳头将这个世界整个摧毁。你见过哈利波特世界里的一拳超人吗？没有任何魔力，只靠一身肌肉称霸魔法界。伊斯顿魔法学院是一座培育出众多魔法界中坚力量的历史名校，这里入学考试难度非常之高，合格率不足3%，只有魔力出众的人才能敲开伊斯顿学院的大门。而就在这次的新生入学考试中，就出现了一个完全无法使用魔法的麻瓜。考官陆琪正在观察今年的考生，而就在一群抱着魔法书挥舞魔杖的少年少女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抡着杠铃的奇人。陆琪一瞬间以为自己看眼花了，然而再观过去，那个人居然一边深蹲一边看肌肉锻炼的书。陆琪对此理解不能，他是完全不准备被录取了吗？后面这个人是在干什么？伪装的也太拙劣了吧！布拉德和雷格做了非常不走心的伪装，跟在马修身后。雷格很担心马修完全不会魔法，他真的能成功糊弄过去吗？见时间差不多，陆琪来到了火中炫酷登场。他是今年魔法史新秀排名第7的优秀魔法师，一出场就让在场的考生们纷纷震惊。陆琪正得意地享受众人的崇拜和夸赞，就听到马修问他为什么要从火中登场，难道不觉得热吗？陆琪憋气，发誓绝不会让马修通过测试。第一场考试是笔试，陆琪挥动魔杖凭空创造出了桌椅纸笔让考生落座，没见过世面的考生纷纷赞叹，只有马修还在拆台。一开始带他们去准备好的房间不就行了，装什么逼呢？陆琪气得飙脏话，他安慰自己考试合格率不足3%，马修这种不正经的肯定最先被淘汰。第一场考试开始，考生们拿起纸，却发现纸上的文字在不停的乱动。这场考试的合格标准就是解除魔法，将文字排列整齐。这一下就连布拉德都觉得马修没戏了。没想到马修一把捏碎羽毛笔扔在纸上，硬核威胁：你们要是乱动的话，我会很难办的。说到恐吓的文字当场归位，那叫一个整齐。没有魔法要怎么通过魔法测试？马修手指插石头模拟悬浮咒，急速轻功水上漂，总算是通过测试进入到最终环节。陆琪一看这不行啊，他得想办法搞点事情。最终环节是穿越迷宫，而这也不是普通的迷宫，在里面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只有在30分钟内到达终点的人才算合格。这是一个黄发少女雷蒙找到马修，以2个人合作更有效率为由和他组队。马修答应了，这没想到一路上雷蒙简直堪称闯祸精，一步一摔倒，3步2陷阱，就差把马修的裤子扯掉了。眼看时间不多，马修准备加快脚步，就不想雷蒙突然发难，将他束缚在原地，表示出于各种原因，他不能让马修顺利到达终点。然而这点技巧对他来说根本无足挂齿，他轻松挣断束缚，一溜烟跑走了。就在雷蒙打算追上去的时候，一只狮身人面兽突然出现，向他提问斯芬克斯之谜。论武力值，雷蒙完全不是对手，而且他也不擅长脑筋急转弯。雷蒙吓得瘫软在地，眼看就要再次被击中，马修就突然折返，一拳秒了狮身人面兽。如果说雷蒙说的各种原因是和他一样的话，马修无法做到见死不救。但是马修如果再不出发的话，怕是已经要来不及了。时间快到了，陆琪笃定马修绝对出不了迷宫，却听见迷宫中一声声巨响传来。只见厚达1公尺、能防御各种魔法的墙壁，居然硬生生被马修层层砸开了。他们居然这么笔直且硬核的走了出来，这种堪称作弊的行为引起了考生的不满，纷纷大喊着让马修滚出去。内心有愧的雷蒙不顾陆琪的阻拦，当众说出真相，替马修辩护，是陆琪吩咐他拖住马修，不让他到达终点的。陆琪说只要他照做，就会让他通过测试。他家里很穷，为了家人他一直在陷害马修，但马修就不计前嫌的救了他，而且还要和他结婚。马修清白被毁，他只是说了自己可以背雷蒙，这份沉重是物理上的而不是情感上的呀。就算计谋被戳穿，陆琪也死不悔改，他就是看不起马修和雷蒙这种低贱的平民。他可是主考官，淘汰看不顺眼的家伙有错吗？甚至还讽刺雷蒙一家人脑子都不好，活该过穷苦的生活。陆琪发动魔法，他现在就宣布马修和雷蒙不合格，要是有意见的话就来找他单挑啊！装逼没过2秒，陆琪的魔杖当场被马修用拳头干爆。现在开始觉得这个老师有点可怜了呢。校长邓布
利沃尔帕克校长出现，革了陆琪的职，表示接下来由他来接管这场考试。随后他在马修的大殿上开始了最终面试。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本校？马修回答，他想要和家人过上平静的生活。第二个问题，迷宫中为什么要冒着落榜的风险回去救雷蒙？马修回答，因为他觉得不救的话自己会后悔。校长看得出马修是那种不怎么考虑后果的人，他就没考虑过自己打不倒食尸人面兽或者轰不穿墙壁。这个世界上比他强的人大有人在。马修在面对有压倒性力量的人时，是否也能做出同样的行为呢？比如说那个人就是他。校长的魔力突然迸发，一座形态出现在马修面前。这个魔法可以将马修作为真实的人的灵魂转移到人偶上，人偶一旦被刀刺中，那个人就再也回不来了。校外马修的老爹雷格突然昏迷，马修一拳砸向逐渐逼近的刀刃，却是自己的拳头飙血。在运用绝对力量的人面前，马修到底应该怎么做？然而主角注定是不按套路出牌的，马修居然不顾危险的用手兜住了刀刃，这么大的东西，校长不可能一直维持住。既然如此，就到他们比拼耐力的时候了。力量可以伤人，也可以救人，一切都取决于拥有力量的人，所以校长才会格外看重出强扶弱、位高任重的强者具备的素质。而马修毫无疑问具备这种素质。说着，校长收起刑具，点亮蜡烛，表示刚才只是对马修的考验。马修也回答了校长之前的提问，如果站在他面前的人是校长，他会毫不犹豫地用拳头揍他一顿。总之，虽然发生了各种情况，马修总算顺利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了伊斯顿魔法学院。第一堂课是最简单的阿拉霍洞开，马修徒手掰断锁头，表示自己已经完成了，气得老师大发雷霆，根本不是这样教的好吧？这里是魔法学院，你都只有魔法开锁呀！同桌跳上的黄毛芬恩一脸惊恐，想着绝对不要和这种人扯上关系。结果下一秒，他们的宿舍门就被马修给卸了。没错，两个人一个宿舍，两人刚见面，马修一本正经的给芬恩介绍了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总之，两个人还是决定和平共处。马修问芬恩，想要成为神觉者应该怎么做？成为神觉者需要收集荆棘币，根据各种项目的评定结果，学校会授予每个学生不同等级的硬币。不过，就算收集到了足够多的硬币，每学期成绩不及格还是会被退学。虽然觉得自己跟马修很快都会被退学，但表面上芬恩还是鼓励马修加油。没有魔力的马修到底能不能成为神觉者呢？为了成为神觉者，马修开始了他的魔法学院生活。虽然他完全不会使用魔法，马修向室友芬恩借扫帚上飞行课，他自己算把牛蒡当成扫帚带回来了。如同哈利波特里的飞行课一样，宇宙飞行的方式很简单，先向扫帚里灌注魔力，发出起飞的命令，然后再跨坐上去就可以起飞了。但马修没有魔力，根本无法做到让扫帚起飞。杂鱼不出意外的跑来挑衅，马修一跺脚，脚边的扫帚立刻因为作用力跳到他手上。杂鱼大骂马修作弊，这时要测试扫帚的飞行速度，于是他提出和马修比一场，输的人以后要对赢家言听计从。马修一口答应。杂鱼心中暗喜，他和马修这种劣等生可不一样，在中学时候就已经骑过扫帚了。然而老师一声令下的瞬间，杂鱼是人没反应过来，马修就已经如一阵风一样冲到了终点。老师大受震撼，这是何等的速度啊，已经刷新世界纪录了吧？围观同学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芬恩看得一清二楚。马修在开始的瞬间把扫帚丢出去，然后立刻追上去，利用空气阻力骑上了扫帚。杂鱼不接受这个结果，大喊马修作弊。看他活得那么可怜，马修就不打算追究刚才的赌约了。突然杂修的嘴被封住，一个金发眯眯眼走过来和马修道歉。凯贝尔想要和马修做朋友，马修还没有答应，老师就走过来维持课堂秩序。于是凯贝尔和马修约了放学之后再见，就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而那个挑衅马修的杂鱼，不出意外的是凯贝尔的小弟，因为任务失败而被凯贝尔一顿暴揍。马修问芬恩，凯贝尔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大家都怕他？芬恩表示，凯贝尔和他一样都是内部升学上来的，而且是魔法局高官的儿子，和这里的教务主任关系匪浅。这个世界魔法局就是绝对的权威，违抗他们的人就会被退学，有些人就算退学也依旧会遭到他们的骚扰，所以大家都很怕他。下课之后，马修跑到厨房自制泡芙，完全忘了凯贝尔约他见面的事，这一下梁子是彻底结下了。马修很快遭到了报复，他的魔药课本被撕得粉碎。凯贝尔过来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有赴约，听到马修说自己在做泡芙时，凯贝尔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他听说了马修要成为神觉者，表示马修只要乖乖听话，他就会向教导主任推荐。马修欣然同意，作为报酬给凯贝尔当起了跑腿小弟。马修的书本依旧是破破烂烂的，于是和芬恩借课本看。虽然芬恩犹犹豫豫地表示了拒绝，但马修却像完全没听到一样，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作为昨天借扫帚的回礼，他还给芬恩送了泡芙，并表示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和芬恩这样的好人做朋友。但听到这里，芬恩的表情就不太对劲儿。凯贝尔将饮料倒在地上，只是马修给他擦干净。马修一脸阴暗地擦着地面，突然感慨了一句自己擦得真干净。起身的时候，芬恩的课本不小心从怀里掉了出来，而他不知道的是，他所有的课本全都是凯贝尔指使芬恩破坏的。不仅如此，这次凯贝尔还让芬恩去烧他的制服。良心不安的芬恩已经不想再帮凯贝尔助纣为虐了。然而他刚说出拒绝，就被凯贝尔用魔法捆住，接着摁脑袋，强迫他跪地磕头道歉。马修给芬恩还书，正好目睹这一幕，
偏偏坎贝尔还一脸无所谓，芬哭着向马修道歉承认错误。凯贝尔逼他这样做，他很害怕，所以不敢反抗，但是马修却给他发了好人卡。马修把他当作朋友，但他觉得做这么过分的事，坎贝尔完全没有注意到马修阴沉的脸色，还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个教导主任吃饭。和这种只会道歉的废物混在一起，可不会有成为神觉者的机会的。然而凯贝尔话没说完，马修就径直走过来，拽着他的脑袋狠狠砸在地上。该道歉的是你才对吧？芬也被吓到了，马修这样做一定会被退学的。马修早一人才反应过来，他这么做好像真的不太妙。教导主任法尔曼走过来，表示要将马修和芬以暴力伤害罪移交校内议会处理。他们和凯贝尔的身份完全不同，身份不同，待遇就不同，这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结果法尔曼话没说完，马修冲上去对他的脸就是一脚，就算是教导主任听不懂人话，照样也得挨揍。法尔曼怒不可遏，居然敢对老师出手，他今天非要马修退学。马修打掉法尔曼的魔杖，中断施法，紧接着开始在地上挖坑。他一把抄起法尔曼，插进土里，准备当场将人活埋，毁尸灭迹。法尔曼还想威胁一句，结果马修一脸阴森的先抢了他的台词，就像法尔曼随时让他退学一样，他也随时有办法埋掉法尔曼。就算关进牢里只剩半个身体，我也会爬回来埋掉你。说着还是疯狂往坑里填土，多么可怕的执念！要是当个反派，肯定前途无量。因为马修殴打魔法局高官之子以及埋掉教导主任的暴行，魔法局发来信函，要求校长赶快把马修处理掉。统治这个魔法世界的魔法局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机关，而其中担任中枢的就是神职者们。凯贝尔是魔法局高官的儿子，马修绝对会被报复的。但是校长又话锋一转，当面烧掉那份通知，让心地善良的人吃亏的世界是不应该存在的。他一直对这个世界的样貌感到疑惑，所以在数年前才会来到这里执教。权力与力量，现在的世界都是围绕着自私者为中心转动的。像马修这样能牺牲自己去做事的人少之又少。负责魔法局中枢工作的神职者是个必须顾虑人心感受的职位，所以他更希望马修这样的人成为神觉者。说是给马修解释了一下成为神觉者的具体方法，要被学院神觉者，首先必须成为学院的第一名，为此必须通过各种课程以及学校活动获取击币。击币分为金银铜3种，每种课题能够得到的击币也不同。信息量太多，脑袋被肌肉塞满的马修 CPU 当场就给他干烧了。校长只好简单解释，就是马修必须要在学校活动和课业上留下好成绩，尽可能的多收集击币。至于退学的事，他会想办法处理。逃过一劫的马修因为打倒了臭名昭著的凯贝尔和教导主任，而受到了学院同学的崇拜。学校魁地奇的队长汤姆听说马修刷新了扫帚飞行记录，于是热情地邀请他参加魁地奇比赛。马修来不及拒绝，就被赶压的上架。然而他完全不会飞呀，一群学生在上面打得热火朝天，只有马修一个人站在地上一动不动，遭到了围观群众的谩骂。为了成为神觉者，飞起来吧，马修！魁地奇比赛，魔法世界最热闹的运动项目。马修被选为参赛者，但是丝毫没有魔力的他，就连骑扫帚飞起来都做不到，只能站在地上看上面两队人打得激烈。观众也搞不清楚马修到底在干什么。队长汤姆急了，冲下来晃着马修大喊：“他们不是发誓要得第一的吗？你倒是快向猪的学习啊！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都能顽强生存。”马修见汤姆这么亢奋，觉得这人肯定是嗑药了。讲了半天，他们才想起来，好像还没给马修介绍魁地奇的规则。参赛者在空中抢球，把球扔进圆环即可得分。比赛到现在，对手雷恩宿舍稳压他们亚德拉宿舍一头。比赛中禁止使用魔法，是纯粹考验飞行技巧的运动。汤姆表示把一切都赌在了魁地奇上，所以才会邀请马修参赛。说着他准备回去比赛，这没想到刚飞起来就遭到雷恩选手的恶意撞击，一下摔到地上被撞断了胳膊。汤姆气愤地质问雷恩选手，难道没有一点竞技精神吗？对方得意地表示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双方的分数拉开了整整50分，想要追上已经很难了，更别提他们这边还少了2个人。但汤姆还是想要告诉马修，重点不是胜利，而是他有没有真正的努力过。听到这里，马修突然拿起扫帚，脚下用力一蹬，飞了起来。观众不由得吃惊，原来他是真的会飞啊！然而再往下一看，马修的2条腿正在奋力地滑动着，虚空滑水，你是懂飞行的。马修和队友要了球，表示痛宰雷恩宿舍一顿。雷恩的选手完全没当回事儿，飞过去就要把球抢到手。马修运足臂力挥出一球，球经过的恐怖风压把雷恩选手齐齐掀翻，以及惊人的远射为亚德拉宿舍拿下1分。但双方的分数差距太大，时间也已经不多了。马修真的能扭转败局吗？观众很快发现，扔出的球在经过圆环之后，居然绕了一圈回到了马修手上。马修指尖发力，用不可思议的力量投出了不可思议的曲线球。紧接着，在大家目瞪口呆的围观下，马修不断的接球投球，动作快出了残影，分数在以惊人的速度上涨着，直冲999分的极限。最后，亚德拉宿舍以碾压之局完胜雷安。马修也因为刷新魁地奇的历史高分，被授予1枚银级币。汤姆抱着马修感动得哇哇大哭。在比赛中大放异彩的马修很快被报道，并在采访中表示都是受了前辈的激励，同时他也再次被人盯上了。第二天，马修惨遭梦男梦女包围，不堪其扰。他才分球住，结果对方当场装睡。
入学考试第1名兰斯找上马修，要和他做一些开心的事。马修超高兴的，以为兰斯要找到捉迷藏，结果兰斯从怀里掏出个瓶子，把倒霉蛋3人吸进瓶里当人质。让马修想救人的话，就到猫头鹰小旁的树林里找他，紧接着一挥魔杖就消失不见了。到了决斗地点后，兰斯掏出2枚银币币，问他是不是想要这东西。汤姆直呼不妙，一般来说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有这么多吉币，而兰斯脸上的印记居然有2条。一线魔法师指的是脸上记号数量为1条的人。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相当于1线魔法师，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2条以上的记号，这些人就是2线魔法师，每10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他们是被魔法选中的人。兰斯要赌上银币币和马修决斗，无法战斗或者主动弃权的人就算输。兰斯坚信马修一定会和自己比，而且他只要拿着瓶子，优势就在他。入学考试的时候，他就注意到马修了，自己的目标都没完成，就先去救别人，他是绝对不会输给这种人的。兰斯释放重力魔法，将两人在的整片地形抬高，形成临时竞技场。马修觉得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挥拳冲向兰斯，却被兰斯的重力魔法压在地上动弹不得。兰斯对马修居然想不用魔法就打败他的行为非常不满，直言他这种连目标都没有的半吊子根本不配和他在一个次元，站在最后的只有他就够了，垃圾就一辈子趴在地下吧。这股重力凭借人类是无法抵御的，却没想到马修另辟蹊径，一拳捶到地下，拽出树根，整片地面都跟着4分5裂。马修顶着重压向兰斯挥拳，行动不仅丝毫没有受到阻碍，甚至比之前更快了。兰斯急忙后撤躲过，脖子上的挂坠掉在了马修面前。马修捡起来一看，发现里面放着一张小萝莉的照片。3号青年吓得当场就要报警，救命啊，这里有恋童癖！兰斯一本正经地向马修解释，他才不是萝莉控，而是妹控。兰斯收好吊坠后问马修，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马修脑子里只有泡芙。兰斯当场发飙，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当然是他的妹妹呀，他实在是受够这个都是蠢货的世界了。说着，兰斯走到悬崖边，要将瓶子用重力加速之后扔下去。马修肯定会为了救人跳下去接瓶子，他会趁机攻击马修。只要是为了妹妹，要他变得多残忍都没有关系。他的妹妹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人。安娜曾经说过，她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笨拙又温柔的哥哥。但是安娜却得了印记和魔力会一起逐渐消失的绝症，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撑5年。如果安娜的印记消失的话，她就要被交给政府处理。妹妹明明什么都没做，凭什么被这样对待？兰斯从那时发誓要成为神觉者，加上魔法局推翻着腐败的制度，所以为了拯救妹妹，他什么都愿意去做。他将瓶子用重力魔法扔下悬崖，回头想看看马修要怎么做，就发现马修已经脱下制服开始热身了。他做起了蹲踞起跑的姿势，大腿后肌群魔法，大霹雳冲刺。不管是认输还是救不到人，哪个选项对他来说都不存在。恐怖的劲风从兰斯身边刮过，不过一眨眼的功夫，马修就已经冲下了悬崖，接住瓶子之后又折返了回来。兰斯大受震撼，但是他绝不能示弱，却没想到马修主动要求停战。兰斯扔下悬崖的瓶子是空的，而且他也能感受到兰斯并不是坏人。他快速从兰斯身上搜出了真瓶子，表示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兰斯不明白马修为什么要放弃得到银级币的机会，马修只说自己没有聪明到什么事都做出合理的判断。想起了妹妹的兰斯也放弃了和马修的对决，不过作为赔偿，他还是送给了马修1枚银级币。被救出的倒霉3人组抱着马修痛哭，早知道等到了学校再把瓶子打开了。伊斯顿魔法学院共有3个宿舍，学院会根据学生们的特质将每个人分配到合适的宿舍中。代表勇气和信念的亚德拉宿舍，代表智慧和勤勉的欧尔加，代表才能与自尊的雷安。各个宿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有着各自的信念和主张，在这一所学校中互相切磋，共同进步。马修和芬分别属于亚德拉宿舍，已经获得2枚银级币的马修，只要再攒够3枚就能变成1枚金币。今天是没有炮灰找茬的和平一天。芬突然想起来他们还有作业没做，如果我们要去的作业不交的话，扣很多分不说，甚至还会被退学。芬急得上蹿下跳，倒是马修还得很淡定地吃着泡芙。兰斯走过来对另外2个学渣进行了一番嘲讽，他们作业可是早就完成了。马修上前拿起安娜照片摆到兰斯面前，遭到可爱妹妹光环爆汁的兰斯当场倒飞出去砸进墙里。为了不拖累亚德拉宿舍的后腿，兰斯决定指导一下2个学者的作业。这次魔药课作业中要用的曼德拉草，只要能让草停止哭泣，他们就能成为万能的魔药素材。兰斯先做了一个示范，曼德拉草很快停止哭泣睡着了。他让芬和马修自己试一下，芬是单纯的记忆不精搞不定，而马修则是彻底不会魔法，安抚失败就算了，曼德拉草哭得更厉害了。芬在经过兰斯的耐心指导后，很快掌握了技巧，完成任务。结果一看马修那边
笑死，直接狂暴变异了。马修飞起给了对方一巴掌，曼德拉草当场吐血昏迷。怎么不算成功呢？接下来是曼德拉草烹饪环节，兰斯大厨精心为两人演示了大萝卜的极致烹饪，只要加入一点点过程，就能熬制一锅色香味俱全的魔药哦。芬都傻眼了，这一点都不简单好吗？但是马修一看都懂，只要不用魔法，他都没问题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成品会变成奶油泡芙，兰塞就不信这个邪，手把手的指导好马修的每一步，但明明步骤都对，但最后做出来的东西还是会变成奶油泡芙。兰斯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输给他第二次，他有着必须进入魔法局的理由。马修和他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他绝不允许马修的击毙被其他杂碎抢走，他今天晚上还非得教会马修做魔药不可。结果不管怎么做，做出来都是泡芙，不过确实很好吃就是了。与此同时，雷安宿舍也盯上了亚德拉宿舍，准备把他们击毙全都抢走。第二天的课是在户外，三人组讨论今天是不是要露营的时候，一个爆炸红毛高喊着老子天下第一，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同一年级新生的巴雷特是个自认为世界围着自己转的中二病，见马修最近风头正盛，于是出言嘲讽他这种发型的人只配当个配角。结果下一秒就见妹子雷蒙对马修投怀送抱，当场气得向马修吐口水，大喊着要杀了他。但最讨厌的就是受女生欢迎的男人，全世界的男女比例应该是1:1的对吧？但却没一个女生喜欢他，那就是因为出现了马修这种破坏平衡的男人，让妹子都围着帅哥转了，所以他发誓要加入魔法局，创造一个没有帅哥的世界。结果巴雷特自己无能狂怒了半天，根本没人听他说话，可怜的红毛自尊心严重受挫。这时老师登场，今天是亚德拉和雷恩宿舍共同的校外教学，课题内容是驱除森蝎，拿回森蝎头顶的石头。虽然大部分森蝎的实力都相当于同级币，但也有头顶4方石头的银级币强者，过程非常危险，甚至还可能会送命。交代完这些，老师就让学生们依次进入森林历练。临走前，巴雷特放下狠话，表示自己绝不会输给马修。马修刚准备和兰斯一起行动，一个男人突然搭上他的肩膀，问他是不是太得意忘形了。紧接着一根石柱从地里冲出，对着马修的腹部就是一击。这边的动静引来了老师的关注，男人无所谓的表示他们在闹着玩。看到马修露出凶狠的表情，男人哈哈大笑，他就是想看马修这张脸露出痛哭流涕的样子。马修想追上去，却被兰斯拦下了。那个男人高他们1年级，是出了名的品行不良，打伤了很多看不顺眼的老师和学生，所以被留级了。但考虑到他本身的魔法史实力并没有被退学，这种事情在雷恩宿舍经常发生，没必要理会。结果说了半天，马修只担心自己放在衣服里的泡芙有没有被压坏。两个人一起进了森林，兰斯刚说完周围非常危险，他们最好一起行动。结果扭头一看，发现马修已经不见了。马修也没想到自己发个呆的功夫就落了单，还正好遇上了在森林中闲逛的巴雷特。巴雷特这边斗志满满的要赢过马修，结果一扭头看到了正主，吓得一个劲尖叫，被马修扇了一巴掌。他刚想跟马修一决胜负，就看见旁边有男人正对美少女动粗，正义使者当场一发火炮下去，英雄救美。感动的妹子立马凑过来要对他以身相许，被美色冲昏头脑的憨批当然看不出来这是美人计。面对妹子的搭讪，强迫自己要冷静，然后狠狠给了自己2巴掌，顺便以头抢地，当场升天。美少女的魔法能让只有一瞬间感受她魅力的人彻底爱上她。见巴雷特已经魅惑成功，美少女把魔爪伸向了吃泡芙的马修，只可惜马修这块木头简直油盐不进，魅惑开到最大的无济于事。美少女见此也只好放弃，开始向巴雷特卖惨，说2年级的希巴尔看中了他的能力，一直死缠着他，他不想成为对方做坏事的帮凶，却没有办法摆脱对方。美少女梨花带雨的样子让巴雷特心动不已，发誓一定要好好教训希巴尔一顿。3个人脚下突然升起一串石柱，刚说完正主就来找茬了。为了守护美少女，正义的中二病决定主动出击打击犯罪。没等希尔巴放完话，火炮机关枪已经朝他毫不犹豫地砸向。可惜有烟无伤定律，希尔巴被石柱保护得严严实实，根本没受到一点伤害，反倒是巴雷特被石柱击中，当场吐血。马修吃了一半的泡芙，惨遭波及掉在了地上。希尔巴对巴雷特大放厥词，猖狂不已。刚才的气势去哪儿了？倒是来杀了他呀！另一边，菜姐雷蒙和芬恩抱着兰斯大腿哇哇大哭。兰斯很担心马修，对方被巴尔西盯上，现在不会已经开打了吧？马修等人在校外教学中本应该去打森蝎，但是却遇到雷恩宿舍希尔巴的挑衅，对方可是上欧老师下女同学的超级带恶人，一出场就把中二少年巴雷特狠狠揍了一顿。巴雷特深知自己不是希尔巴的对手，但那马修不知情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废柴，他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救下美女呢？觉得单方面虐杀太过无聊，希尔巴表示自己可以给巴雷特一次机会，只要他能扛住自己5次魔法攻击，他就放了一个女生。当然按照学习的规定，他们需要赌上银击币，5次魔法攻击下去，巴雷特绝对会被打成重伤，但他只是稍一思考就答应了。结果巴雷特却说这5次攻击不仅包括他，马修也要一起挨揍。巴雷特还是很仗义的，表示了马修的份他也会一起承担，也就是说他要顶住整整10次攻击。巴雷特挺身拦在马修跟美女面前，这是他这儿的麻烦，本来就跟马修没有关系。整整9发攻击下来，巴雷特已经遍体鳞伤了，却仍旧强撑着自己不肯倒下。他也知道这样做的自己是个笨蛋，但是正因为他是个傻瓜，所以才不会对女生流泪有任何怀疑。希尔巴自然没有良心这种东西，最后一击的时候狠
狠狠给巴雷特来了份大的。原本以为他这次再也爬不起来了，没想到巴雷特愣是强撑着一口气，摇摇晃晃地走到希尔巴面前，这才倒下。事发结束，他该遵守约定了。希尔巴被吓了一跳，紧接着就是对巴雷特疯狂嘲笑，拳头拳尾挨了他所有攻击的人怎么可能站得起来？天底下怎么会有他这样的蠢货呢？意识到希尔巴不会遵守承诺，巴雷特让马修赶紧带着美女逃走，结果又狠狠挨了一下。虐完之后还要诛心，他拼尽全力保护的美女根本不需要他的保护，人家其实和希尔巴是一伙的，就算再怎么为他魅惑，也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还真当自己是主角了，这让人恶心。他最讨厌的就是他这种上头热血的中二病，被自己保护的女人疯狂嘲笑。这一刻的巴雷特就像极了小丑。突然一只泡芙飞来堵上了希尔巴的嘴，马修站出来表示，这一次就管他来接受希尔巴的10次攻击定胜负，放马过来吧你这个垃圾。兰斯大佬正在带芬恩和雷蒙2个小弟打怪，兰斯很担心马修，但芬恩和雷蒙觉得马修肯定没问题，入学考试的时候连老师都拿他没办法。兰斯表示，魔法师也是分类型的，有擅长学术和辅助的白魔法师，以及擅长战斗的红魔法师。马修之前打败的只是白魔法师，实际上2年级以上的红魔法师实力都不容小觑，2条1级的人也不在少数，能力在马修之上的可谓是多不胜数。感谢妹控好兄弟送来了新鲜 flag， 这把马修必赢。听到马修居然要挑战自己，希尔巴只觉得好笑。他最喜欢的事就是蹂躏那些弱到不行却自以为了不起的伪圣者的尊严，看他们露出被欺骗之后扭曲的表情。说着，他拎起巴雷特的脑袋就往地上砸。马修冲上来救人，却被希尔巴召唤使主回退。马修居然认为能打赢他，他可是在1年级的时候就拿到2枚金币的强者，他们之间的实力可是有着天壤之别，有本事就来试试杀了他呀！希尔巴召唤石柱对着马修一顿狂虐，然而几下之后他就再也伤不到马修了。马修握住石柱一把捏碎，3头击魔法弩炮拳，马修灵活的避开所有攻击，破开防御冲到希尔巴面前，对他削着那脸狠狠就是一拳。希尔巴当场旋转起飞倒飞出去，鼻血哗哗的往下流。希尔巴恼羞成怒，他去年可是拿到了2枚金币，在2年一期中魔法也是最顶尖的存在呀！马修面无表情的朝他走来，拳头上青筋蹦起，一拳透过石柱直击肚腹。希尔巴满头冷汗，吐血不止。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马修的对手，身体站不起来，他决定接不下马修的下一击了。可没想到马修突然停止了攻击，转身在对面的树上坐下。刚才算是2次，他不是要顶住10次希尔巴的攻击吗？还剩8次没有打完，倒是让他见识一下实力差距啊！说着，马修走到希尔巴面前，第3次你准备好了吗？希尔巴都快吓破胆了，再这样下去他绝对会死啊，得赶紧想个对策才行。就在这时，一只5星级的森蝎突然出现在马修身后，这个是比银币级还要可怕的巨大怪物。希尔巴本想着在和马修跟森蝎对视的时机瞄准机会逃走，然而马修连头都没回，反手就把森蝎的流星扔飞了。没看见他正在忙吗？滚一边去！希尔巴吓得魂儿都飞了，还是马修看他可怜主动提出的停战。希尔巴输掉之后，马修又盯上了助纣为虐的美少女，美少女根本没想到希尔巴会输，只能故技重施装柔弱，试图用美人计博取同情。感受到马修还在自己腰上的手，美少女暗道男人不过如此，没想到下一秒马修直接给他来了个背摔。没关系，他对待男女都是平等的。巴雷特看傻眼了。外教课结束后，马修和好友会合，他不仅打赢了希尔巴，还击败了5星森蝎，拿到2枚银级币。见马修受伤，雷恩赶紧追他去医务室。马修看了一眼旁边失落的巴雷特，于是拜托雷蒙去关心一下人家。虽然刚刚被坏女人欺骗，但是一遇到美少女还是2话不说就沦陷了呢。巴雷特向马修道谢，然后因为马修的一句真不像你恼羞成怒，他可是强忍着羞耻的说出这种话来的好吗？兰斯提醒马修小心，在刚才听到雷恩的学生正以亚德拉为目标夺取击币，希尔巴也是因此找上他的。雷恩宿舍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贵族出身，非常重视血统，可以称之为2次元级的斯莱特林。战争或许已经打响了，他们要与雷恩的核心人物期末牙展开击币争夺战。这时马修口袋里突然亮起了光芒，掏出来一看，是1枚闪瞎眼的超级大金币。他从希尔巴手里得到1枚，打败森蝎得到2枚，已经凑够1枚金币了。马修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分了宿舍。入学之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宿舍分配，不过不是分月貌，而是一只独角骷髅。触摸骷髅的脚，对方就能读取内心，将他们分配到相应的宿舍。独角兽很傲娇，他的工作上百年前从未有过一次失误，直到他遇到了马修，因为马修的脑袋里全都是奶油泡芙呀，根本就判断不出来，最后只能牵强的把马修扔进了亚德拉宿舍。雷恩的核心就是学院里的顶尖人物期摩牙，雷恩为了操纵神爵级的人选，正在收集所有击币。拿着金币的马修无疑会成为靶子，兰斯告诫马修尽量避开雷恩的人，最后和大家一起行动。然而他的忠告只是枉然，马修一个迷路，直接走到雷恩的总部。因为任务失败，希尔巴被欺瞒的首领阿贝尔变成木偶。完美的教育，压倒性的才能，高贵的血统，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出这么一个完美的世界。希尔巴这种废物连成为妻子的价值都没有。不过放心，他很快就没有思考这种事的必要了。应当成为神爵者的人只有他。阿贝尔抚摸着怀里的木偶，对吧母亲？门口传来一声声响，大门杀手马修扛着门走了进来。他提醒阿贝尔，说话的对象只是个人偶哦。
阿贝尔问扛着门板的马修为什么要成为神觉者，马修说想和家人过上平静的生活，志向很不错，但是阿贝尔却说马修搞错了一件事，神觉者等同于神的使者，是能够创造世界的人。就此而言，马修实在太弱小了，但他不一样，他要让这个世界恢复本来的面貌。人类繁荣至今，靠的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强取豪夺、剥削利用，但当今社会却在宣扬荒谬的众生平等、保护弱小。人类的本质就是野兽，就算身处人类社会，弱小的一方也应被掠夺利用。只有他们这种高贵的存在，社会才能繁盛下去。换是一个斯莱奈什么林。阿贝尔在这边说了一大堆，马修听后给他总结了一下，意思就是他也想过上平静的生活，对吧？齐美亚都觉得这小子脑袋多少有点问题。阿贝尔还以为马修在给他宣战，表示只要他将金币交出来，就对马修网开一面。马修当然拒绝。一只人偶突然在阿贝尔的操控下朝马修扑来，马修一个后空翻，双脚将人偶的脑袋砸向地面。操纵线被扯断后，人偶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马修嘲讽阿贝尔没什么了不起的。突然，一只巨大的小丑人偶出现在他的身后，轻松将马修控制住，从他怀里掏出金币扔给阿贝尔。马修被甩飞到柱子上后，拍拍挥起身，没注意到脚下差着一脚踩死刚被解放的希尔巴。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金币被抢，扛起希尔巴说要先送他去医务室。事情是讲究先后顺序的，而且不管阿贝尔有多强，他都绝不会认输。撂下红花后，马修潇洒离开，房间内一片寂静。阿贝尔总觉得事情不简单，马修那压倒性的自信，难道只是因为他头脑简单吗？这时他注意到小丑人偶身上的纽扣不见了一只。阿贝尔摊开手，他拿到的根本就不是马修的金币，而是小丑的纽扣。原来就在小丑弹飞金币的瞬间，马修用嘴从人偶衣服上扯下纽扣，将金币弹开，然后用惊人的肺活量将金币吸了回来。这是多么可怕的吞吐力啊！希尔巴猛地惊醒，发现自己又变回了人。马修在床边锻炼侧腹肌，希尔巴不知道马修为什么要救他。马修表示，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就需要互相帮助。见希尔巴没事，马修又穿上衣服离开了。兰斯和巴利特莫名其妙的纷在寝室里吵了起来，两个人是互相看对方一点不顺眼，一言不合就要开打。芬在没大喊你们不要再打了，马修日常拆门跟着大喊不要弄坏房间里的东西啊！矛盾，这个人太矛盾了。巴利特见马修回来，就从兜里掏出了伴手礼，虽然性格粗暴，但还是很有教养的。今天大家都还蛮悠闲的，雷蒙突然冲进来大喊不好了。他带4人去看了能显示各种宿舍得到级别的魔法天秤，结果所有的金级币都被雷恩宿舍收入囊中，而他们亚德拉宿舍只有马修持有的那一枚。从这个学年开始，安雷宿舍就开始突然从别的宿舍那里疯狂掠夺级币，而其他的学能跟他们对抗的高年级学生都不在学校。安雷宿舍有着浓厚的纯血主义及排外思想，奥尔加宿舍醉心于研究，也就是说，为了不让今年的神觉者出在雷安宿舍，他们只能尽快行动起来。马修、兰斯、巴雷特3个人干劲满满，然后马修就因为之前的事被校长罚去打扫猫头鹰小屋了。兰斯担心马修遇袭，于是很傲娇的前来帮忙，而不出他所料，骑马爷的2个末尾安萨和欧罗尔很快找上门。马修非常不受猫头鹰待见，正被猫头鹰为诱时，突然脚下一空，整个人掉进了一滩水里。安萨扔出手里剑朝2人打招呼，要他们赌上金级币决斗。马修大喊着自己从来没有游过泳，咕噜咕噜沉了底。欧罗尔异化成一只鲨鱼，跟着跳进了水中。小屋内只剩安萨对战兰斯，安萨非常严肃地告诉兰斯，一场战斗中必然存在胜者和败者，把这个理所当然的事说得跟深奥的真理一样，搞得兰斯一脸莫名，这人怕不是个智障吧？兰斯躲过安萨扔来的手里剑，刚想用重力魔法速战速决算了，突然发现安萨的脚边停着好几头猫头鹰。想起妹妹说过他不准伤害猫头鹰，兰斯完全下不去手，还为了保护身后的猫头鹰硬接了一记，把自己搞得浑身是伤。见兰斯完全不反抗，安萨注意到兰斯手里的木兰魔杖，这是魔法界的超名门克劳恩家族的象征。克劳恩家族擅长使用重力魔法，他听说克劳恩家的长子脱离了家族，没想到兰斯居然弱成这样，肯定是因为没有才能才被赶出家族的。而对于安萨来说，他此生的乐趣就是将弱者彻底打败。人可以透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评价自己，正是因为能压制他人，他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高贵。不折不扣的雷恩思想，好小子，敢这么和男儿说话，我赌你甩不过5分钟。兰斯念了一声咒语，但2人之间是无事发生。安萨玩够了，决定给兰斯一个痛快。如果能击败克劳恩家族的人，他一定会变成更加高贵的存在。然而他的装逼时间到此结束。3支手里剑朝兰斯扔去的瞬间，察觉到不灭的安萨突然回头，却发现所有猫头鹰聚集在了一个地方。下一秒，武器被重力魔法压了个粉碎。原来刚才兰斯念的是操纵铁铲划开饲料袋，好把所有猫头鹰全部引开。感受到自己受侮辱的安萨气急败坏地扔出了几具手里剑，却被兰斯轻贴背挥手压在地上动弹不得。毫无顾忌的兰斯对付这种杂鱼手到擒来。他看得出来，战斗是安萨用来获取优越感的方式，但是他不一样，他是为了他的宝贝妹妹不得已而战斗的。像安萨这种只是为了自己而战的人，在他拯救
救妹妹的决心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欧洛尔游进水中打算狩猎马修，突然有什么东西时速10公里的速度朝他身边窜了过去。欧洛尔傻眼，他领域中进脏东西了，仔细一看居然就是马修。他不是说自己不会游泳吗？马修之前确实不会，不过掉进水里就会了，还为自己新学的一项技能向奥尔多表示感谢。他说狩猎呢，奥尔多甚至连马修的影子都看不清，自己在主场被外人吊打可还行。奥尔多使出狂话，准备上演一场巨齿鲨3异形，结果直接被到处乱窜的马修顶着肚子全没了半条命。之后马修和兰斯会合，如果七魔牙都是这种水平，他们打赢岂不是轻轻松松？而就在这时，一个人影鬼魅般的出现在小屋门口，马修和兰斯齐齐回头，面具人却已经瞬移到他们面前。兰斯毫不犹豫地挥动魔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魔法无法发动。马修飞速脱下外套，做出蹲居跑的姿势，在面具人说他只是来将同伴带走的瞬间，冲到对方面前一拳挥下，说自己没有恶意，他这明明就是杀气满满。没想到他这一拳居然挥空了，面具人再次瞬移回收2个手下败将，让马修和兰斯无需心急，他们很快就会再见的。兰斯收回之前说的话，看来他们和奇摩牙很有一战的必要。面具人离开猫头鹰小屋，脸上的面具突然多了一丝裂痕。刚才马修居然不用魔法就能做到这种程度，看来他们是同类呀。出色的魔力与极强的自尊心，这样的学生组成了安黎宿舍的核心奇摩牙。旁边靠近的几位在学校中都具备顶尖实力，为了激发宿舍之间的竞争意识，学校都没有告知各个宿舍的具体位置，所以为了夺走雷安的击毙，他们得先查明奇摩牙的据点。兰斯在跟马修说正事儿，马修在专心的做奶油泡芙。什么据点？被他拆了大门的那个？马修已经入学1个月了。兰斯给了他一件印着亚德拉宿舍标志的魔法袍，希望马修多少增点归属感。雷蒙突然冲进来大喊不好了，汤姆学长声色憔悴的倒在了医务室。汤姆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作为一名早睡早起的热血青年，他一直都维持非常好的作息习惯，也不怎么做梦。但唯独病倒的前一天，他梦见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漆黑的盒子里，无法出声，但意识很清晰。这种状态维持了数个小时，等醒来后就变得非常疲惫。最要命的是，他发现自己使不出魔法了，有如此感受的不止他一个。医务室里病倒的所有人都是同样的症状，就像是魔力被抽空一样。偏偏这个时候，校长们叫到了魔法局，雷蒙将自己做的小泡芙护身符送给马修。最近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希望马修不要太过乱来。就是这小泡芙上的缎带，死心有，而且很多。马修刚想问，就被害羞的雷蒙一拳捶出了鼻血。兰斯断定这一连串的骚动都是奇摩牙干的好事，于是在熄灯后拉着马修出来找线索。芬恩和巴雷特也跟了上来，这2个猪队友一出现，兰斯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4个人走廊上遇到了同样游荡在外的雷蒙，察觉到不对的兰斯一把拽上去想要打招呼的巴雷特，只见雷蒙的身体像提线木一样诡异的扭动着。见雷蒙走远，4个人赶紧追上去，然而走过拐角，这里却是一条死路，雷蒙的身影消失不见了。芬恩突然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木头摩擦声，和巴雷特一起拽着马修惨叫。兰斯让人们冷静一点，随后掏出魔杖施法。几个人面前的地面上出现了一扇大门，能让大门显现已经是他的极限，而打开大门则需要特殊的魔法。巴雷特用机关枪轰炸一通后，大门纹丝不动。只见马修扛着一只盔甲走过来，将剑敲进门缝里，直接利用杠杆原理一脚弹飞了门板。看着屋顶被砸出的大洞，巴雷特和芬恩齐齐感叹：学好数理化，走遍魔法界都不怕呀！大门下面显现出一条通道，雷蒙和奇摩牙应该都在下面。4个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光亮的尽头居然出现一座竞技场。一个红毛站在几人面前，称是第3魔牙让他在这里解决入侵者的。如果他们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走上击毙和他一决胜负。兰斯刚想应战，巴雷特率先走上前，一看到红毛这种帅哥，他的嫉妒 buff 就叠满了。红毛对此很无所谓，毕竟像巴雷特这种脑子和长相都不好的人是不可能赢得了他的。红毛的魔杖化为荆棘之鞭，一场因为嫉妒帅哥而引发的战争即将打响。魔法界的最高机关魔法局内，被叫来的校长接到消息，有6名凶恶的死刑犯打从赫卡特里斯越狱，而协助他们越狱的是纯粹的根源。再说回巴雷特和帅哥的战斗，巴雷特的炮轰被荆棘拦下，红毛问他们是不是打赢了希尔巴，他比希尔巴那种空用魔力却不会使用的人要强得多。巴雷特自信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输，随后8发轰炸在红毛身边炸开，形成围绕一圈的触发爆炸陷阱，里面蕴含了他普通魔法的5倍魔力。巴雷特嚣张的大笑，他似乎很笃定红毛一定会踩上去。红毛搞不清楚对方在耍什么花招，于是决定主动出击，荆棘之鞭绕过火魔法将巴雷特紧紧捆绑，随后藤蔓上伸出尖刺刺入巴雷特体内，魔杖掉在地上，他看起来毫无还手之力。红毛嘲讽巴雷特连魔法都吐到掉渣，到现在没让他踩在标记上，真是个废物。而就在红毛把巴雷特摔落的瞬间，巴雷特突然脸色一变，他可没说要让他踩上去啊！下一秒，红毛面前的陷阱轰然爆炸，瞬间将藤蔓烧成了灰烬。这根本就不是触发魔法，而是定时炸弹啊！没想到吧，垃圾！随后7个炸弹在红毛身边齐齐炸开，巴雷特完美赢下一局。
回头再看红毛，就算输了也不忘要摆出帅气的姿势，很装，但这份自始至终都毫不动摇的装让巴雷特非常佩服。4个人准备继续前进，突然脚下的地面像沼泽一样将他们吸入地底。兰斯一个帅气的落地，来到一间空房间，身边已经不见同伴了，看来对方要把他们分开逐个击破。他遇到了奇摩亚之3马德尔。马德尔说自己本来对马修很感兴趣，要是兰斯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自己可是不会放过他的。巴雷特和芬对上了奇摩亚4-5的杰尼斯和可爱，两个人一看就是2条硬劲的魔法使。芬拽着巴雷特就哭，到这中二爆表的巴雷特对自己非常自信，而马修不出意料的和那个面具人再次相遇，此人正是奇摩亚之2的阿比斯。阿比斯对上次马修的招式很感兴趣，他看出了马修并不会使用魔法。不会说话的马修一见自己被拆穿，慌得眼神飘移，说话结结巴巴。阿比斯让他不用担心，因为自己和马修一样都是被这个世界否定的人。说着，阿比斯掏出一把剑对准马修。马修来这里就表示有内情，但他有他的隐情呢。马修跟着摆出了迎战姿势，阿比斯该不会以为能打败他吧？总之，为了联盟，马修等人和奇摩亚的战斗即将打响。为了争夺金鸡币，主角团和雷恩奇摩亚之间的战斗正式打响。兰斯对上奇摩亚之3的马德尔，此人不能说是嚣张，只能说是非常嚣张。兰斯先发制人，用重力魔法将马德尔压到地上，马德尔的身体就突然变成一滩泥，钻入缝隙中消失了。随后，马德尔出现在兰斯身后，并且出现了很多一样的泥分身。不管兰斯怎么攻击到的都是泥人替身，他索性将周围的一切全都炸平。但马德尔又鬼魅般的出现在他身后，将兰斯的双脚固定之后，挥出泥球攻击。说起重力魔法，就不得不提到克劳恩家族。见兰斯出身不错，马德尔想招安兰斯来奇摩亚当低阶魔法使。兰斯的实力明明不错，却身处糟糕的环境中。对于一个人来说，周围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周围的人全都是烂货的话，他也会跟着烂掉。兰斯要是继续和亚德拉苏市那群垃圾混，迟早也会变成垃圾的。正所谓人就应该和自己实力相近的人交往，比如奇摩亚，个个都是人才，说话也超好听的，还有最优质的教育和最大限度激发魔法的环境。兰斯很不屑，他的强大信仰可不是轻易能被环境左右的。而且你说的人才好像刚才被人给秒杀了哦，所以你这种人不过是个2流货色罢了。下一秒，兰斯一挥魔杖，马德尔迅速朝一旁的墙壁砸去，他向侧面的墙壁施加了重力，马德尔再次化泥后消失。他早就在墙壁和地板线的泥质空间里制造了一处缓冲地，无论兰斯怎么攻击都没有用，毕竟所谓重力攻击必须要打中地方才行。然而兰斯已经看穿了他的伎俩，将周围的碎石扔进坑里逼他现身。马德尔不是说良好的环境能让人变得更强吗？现在看来他这边似乎更胜一筹呢。马德尔自诩强者，他生来就有2条记号，魔力量非常人能及。从中学开始就进入魔法学院，理所当然的加入奇摩亚，享受着只有上层才能享受到的魔法教育。马德尔掏出一管魔力浓缩液，以为这样就能赢过他了吗？开玩笑，只有他们奇摩亚才能得到这种从其他学生体内提取的浓缩液，打不过去嗑药是不是有点耍赖了？嗑完药后，马德尔的魔力提升了一大截，他嚣张的表示，现在就证明给兰斯看，他们到底谁说的对。泥土2阶魔法泥之恶魔，一只巨大的泥土恶魔拔地而起。魔法是有阶段的，先是基础魔法，后是固有魔法，在此之上还衍生出了条件魔法。2阶魔法和只有1条记号的魔法使用的魔法不同，这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资格使用的强大魔法。马德尔从小就被父亲教导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多成功。具备魔法才能的人有价值，他现在所得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拼来的，是兰斯这种只会毫无价值的劣等生的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领域。兰斯越躲开泥之恶魔的攻击，说他的朋友是劣等生，马德尔根本就不明白。马修的话让他回忆起了重要的事，能骂他朋友是劣等生的只有他自己。重力2阶魔法极刑之柱，3根蕴含恐怖重力的柱子将泥之恶魔团团封住，被这些柱子封不住的怪物会受到来自4面8方重力的拉扯，直至粉身碎骨。泥之恶魔被车里之星砸了个稀碎。刚刚还洋洋得意嘲讽兰斯是劣等生的马德尔脸色灰白，如果不能成为学院最强，只是单纯的混进魔法局，他对家族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他是个没有价值的人。兰斯将掉在地上的参考书扔给马德尔，问他所谓的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父母为了面子和自己的地位，总是要展现出有价值的一面。从马德尔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的生活环境应该是相同的，但不同的是，兰斯有个改变了他一生的妹妹。在那种环境中，才华和能力确实能决定一个人的地位，但是他的妹妹说过，下定决心去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事。兰斯不认同马德尔的所作所为，但他认可他的努力。其实马德尔并非想要成为有价值的人，他只是想要有人能认可他而已。
兰斯轻松解决奇摩亚之3。马修和奇摩亚之2的阿比斯战斗也在进行中。阿比斯挥剑划伤马修，只因他没有战胜自己的可能。矢量魔法让阿比斯的身影犹如瞬移般迅速，马修是没反应过来，他的身上就多了数道伤痕。阿比斯想让马修知道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马修仍要向他发起挑战，他可不会手下留情。得知马修的愿望是为了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阿比斯只觉得令人作呕。他们明明有着相同的境遇，还如此天真，看来是被周围的人保护得很好。他倒是想见识一下马修认真起来的样子。阿比斯手一挥，面前出现了被捆绑在架子上的雷蒙。再过30分钟，雷蒙的魔力就会被吸收殆尽，失去记号，一辈子都无法使用魔法。朋友变得和你一样，你一定很开心吧？马修表示，如果阿比斯真的这么做了，自己会将他的面具彻底击碎。矢量箭头将马修团团包围，阿比斯就着矢量加速，在马修周围不断的瞬移穿梭，在他身上看出一道道血痕。马修低头，剑直直刺入他的腹部。他不过只是个会空谈理想，他最后仍旧保护不了任何人的废物罢了。而阿比斯很快发现，他的剑居然拔不出来了。马修缩紧腹肌，紧紧夹住剑，揪着阿比斯的衣领一个头锤上去。阿比斯的面具碎裂，露出了他那只不同寻常的左眼。马修歪头，眼睛这么红，该不会是充血了吧？见马修还真是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阿比斯进入了结束环节。在这一双眼睛被称为不幸之眼，是能让对手暂时使不出魔法的恶魔之眼。在这个魔法至上的世界里，人们都因此而畏惧躲避它。马修超消沉，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阿比斯，毕竟那双眼睛对他无效。对于魔法使来说，阿比斯就如同天敌一般的存在，就连他的父母都畏惧憎恨着他。但是像马修这种被周围保护得很好的人，一定不会理解这种事的。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不该出生。矢量加速2阶魔法压制立场，一层光幕将两人所在的位置包围起来。马修身上被设计了减速质量，在这个空间内，所有人的速度都会被减速，而那些被减速的速度则会加到他自己的身上。马修完全没有办法反击，只能竖起双臂抵挡。阿比斯不打算给马修第2次机会，他用这一击将马修彻底解决。突然就见马修改变了攻击方向，一拳狠狠砸向地面，两边的地板瞬间掀起了堵住阿比斯的移动路线。即使被减速了，马修的速度也依旧惊人。他趁机冲上前，一拳砸碎阿比斯的剑，踩住阿比斯的脚，阻止他撤退。谢谢你给我第2次机会。全身肌肉魔法发动，马修一个勾拳正中阿比斯腹部，阿比斯砸碎立场屏障，倒飞砸向房顶。他的矢量立场居然被这么不讲道理的蛮力给破开了。阿比斯终于意识到，他和马修的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次元。马修动用全身肌肉群对阿比斯进行单方面全方位无死角的反复殴打，最后1击被摔结束战斗。阿比斯总是忍不住去想，如果他从出生开始就是个普通人多好，他就和那些没有记号的孩子一样，是被世界否定的存在。他的父母恐惧他的眼睛，将他关进家里的地下室，直到有一天父母实在受不了了，打算将他灭口。他那时才明白，原来自己是不应存在于世之人。但即便这样的他，也得到了阿贝尔的赏识。就算对方只是把他当作有利用价值的工具，但他就连这一份期待都无法回应，再次成为了不被需要的人。马修直言自己确实被身边的人保护得很好，所以无法理解阿比斯的遭遇。但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当阿比斯的朋友。阿比斯并不相信，不过看在马修是个好人的份上，他还是忠告马修不要再继续往前走了，他是不可能赢过阿贝尔的。马修谢谢阿比斯的忠告，但是他无论如何都得去揍阿贝尔一顿，而且无论阿比斯的眼睛如何被世界憎恨，也无论周围的人如何冷眼相对，他都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因为不会魔法的他就是这么被爷爷教导的。如果能成为朋友，他们就下次一起去吃泡芙吧。在和奇摩牙的战斗中，兰斯和马修轻松取胜。现在巴雷特与芬的战斗即将开始，将2个菜鸡交给第5魔牙拉乌。第4魔戒杰尼斯转身离开，拉乌一上来就问两人喜不喜欢他，觉不觉得他可爱，完全是一副人畜无害的萌妹子模样。第1次见面就问这种话，这也太做作了。但架不住巴雷特就是喜欢这样的女生，他猛捶脑袋让自己清醒。他已经有了雷蒙作为将来的未婚妻了，一定要守身如玉，手难得，不可以夸别的女孩子好看。结果拉乌一听他喜欢别人，直接一个当场变脸，挥起魔杖就要杀了他们。女孩子一出生就是公主，应该是被夸奖被宠爱的存在，不喜欢她的人都去死吧。芬都惊呆了，这女的情绪怎么这么不稳定啊？螺旋风暴袭向两人，巴雷特虽然勉强挡了下来，但他和2条印记魔法使人间的魔力差距太大，打到很吃力。拉乌又问了一遍他们喜不喜欢自己，再来了一遍案件重演的巴雷特被当场掀飞。这世界哪有不喜欢就把人杀掉的道理啊？这也太不讲理了吧！他知道自己的魔力无法与拉乌抗衡，巴雷特发动爆炸魔法制造烟雾阻挡视线，想要趁机夺取拉乌的魔杖，可将没碰到就被拉乌识破，一股龙卷风将他重重掀飞。拉乌嘲笑弱者的巴雷特根本不可能和他抗衡，
而且刚刚离开的第4萌芽杰尼斯，他的能力是将特定的人石化，而成为特定对象的条件就是打开那扇通往地下的门。从积累到发动魔法需要2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巴雷特不能在30分钟内打败他和杰尼斯交手，马修就会彻底石化。巴雷特被卷入龙卷风中无法挣脱，那还不忘给他浑身插 buff， 居然和这么弱小的人交朋友，马修还真是可怜，不了解对方的实力就出手反抗，他们都是一样的蠢货。疼痛深入骨髓，巴雷特逐渐觉得呼吸困难。老说的没错，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太大，继续打下去也没有意义。巴雷特小时候是个老实有些窝囊的孩子，被其他孩子欺负也不会反抗，因为他知道就算反抗下去会让别人变本加厉。路过的大姐姐看不惯他说放弃就放弃，叮嘱他，当他交到了会为他发自内心哭泣和愤怒的真正朋友时，绝对不要背叛他。巴雷特知道自己是真的没有骨气，朋友都被嘲笑了，还在这里说丧气话。明明马修曾经为了他打从心底感到愤怒过，就在我打算动手的芬恩姐追究的时候，巴雷特突然冲破风暴，表情愤怒异常，额头上浮现出了十字印记。明明已经浑身是伤了，但他的魔力却在诡异的暴涨，挥手就削掉了拉武的攻击，侮辱了他的朋友。别以为就能这么结束。看着巴雷特头上的记号，拉武想起了之前听说过的传闻，有一个生下来头上带着训诫纹，当情感高涨到一定水平，就会解放魔力的战斗魔族自解人。巴雷特挥手召唤连发式爆炸魔法，他是绝不会让这群垃圾妨碍马修的，去死个100次吧！火球急急朝着拉武轰炸而去，一阵恐怖的爆炸过后，拉武就发现自己毫发无伤，巴雷特的攻击全都避开了他和芬恩。虽然爆种，但他还记得不打女人可还行。巴雷特让拉武赶紧滚，把小姑娘感动的眼泪汪汪。可惜帅不过2分钟，巴雷特恢复了原样。而就在这时，芬恩的身后突然冒出一具石像，张开大嘴朝他咬下。巴雷特毫不犹豫地冲上前为芬恩挡下一击。第4魔牙杰尼斯居然又折返回来，责怪拉武处理不当，根本没必要和这群人正面交锋。随后召唤出石像大手朝2人袭来，芬恩挨了一记偷袭的巴雷特负伤，想要和7魔牙中唯一一位1年级的天才对抗很悬，突然一把巨剑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7岁石像将杰尼斯撞飞。杰尼斯不可置信地趴在地上，而出现在他面前的人居然是亚德拉宿舍的神觉者雷恩。杰尼斯想着就算是神觉者和他们一样也只是学生，还想要动手偷袭，结果惨遭数百把飞剑爆锤，爬都爬不起来，吓得拉武当场脱制服倒戈，实力悬殊让杰尼斯赶紧求饶。然而雷恩完全不想在这种小智的身上浪费时间，直接上去一顿暴揍，想这种人不挨打就不长记性，他的任务就是揍到他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巴雷特都无力吐槽了，这到底是神觉者还是不良啊？雷恩边剁杰尼斯边让他们赶紧回去，而芬恩居然叫了雷恩去兄长大人。看着黄黑半分的脑袋，是亲兄弟。雷恩是被校长叫回来的，纯粹的根源抑制魔力潜入学校。就在雷恩做完杰尼斯四处寻找可疑人员时，正好撞上了刚和阿比斯打过一架的马修。从马修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压迫感，但却丝毫不见魔力。于是雷恩起决定对马修进行一番调查。这召唤出能测定魔力的魔力珠，只要看看马修的魔力量，就知道他是不是学生了。一把飞剑朝马修面门刺来，马修用2根指头夹住，但仍被这股冲击力冲得急速后退。魔力珠啊吧吧的半天，最后被自己的结论惊出了一身冷汗。马修的魔力量居然是0，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雷恩心中也对马修心生怀疑。3%斩铁剑，马修把剑做成了椅子，魔力量还是0，把魔力珠吓得人数都忘了。10%斩铁剑，马修做出短打姿势，把攻来的剑全都抵消掉了，自始至终完全没有用到任何魔法。雷恩这才记得问马修的名字，但想起校长说有个有趣的学生入学了，虽然情况特殊，但有着非常强烈的内心，希望雷恩能多加照顾。于是雷恩向马修道歉，并送给他缠上就能治愈伤口的魔法手帕。见手帕上全是小兔子，马修就问他是不是喜欢兔子，遭到了雷恩的死亡凝视。雷恩提醒马修多加小心。马修想成为神觉者一定会碰上阿贝尔，阿贝尔是今年神觉者的热门选手，所以使用的人偶魔法已经远超学生的水平。马修不会魔法，战胜阿贝尔很困难。不过话又说回来，阿贝尔几乎拥有所有的击毙，只要马修战胜他，就能成为神觉者的有力候选。今年魔法界问题重重，雷恩自然也希望强烈的伙伴越多越好。既然马修决定成为神觉者，就要死了给他当上。而雷恩这么帮助马修的原因，还有一点是因为芬恩。马修很重视友谊，芬恩也因为马修得到了救赎，就算不会魔法也能成为神觉者。他想让马修证明给他看，自己比魔法师还要优秀。来到7魔牙大本营之后，马修终于搞清楚了推拉门的方式，但是一想起雷蒙，马修觉得这礼貌不要也罢，直接嚣张的破门而入。他和阿贝尔的决战正式开始。马修一拳砸开大门，出现在7魔牙之首阿贝尔面前。对马修能来到这里，阿贝尔还是有一些惊讶的。他没想到除了神觉者雷恩，还有人能破解阿比斯的魔眼。难道说马修比雷恩还要擅长魔法吗？阿贝尔误认为马修是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才，就觉得马修应该能理解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平等，他不能容忍劣等精英的存在。一些不劳而获的人一旦被善良对待，就会得意忘形，只会到处声张他们的权利。这样的累赘不应该存在于世。阿贝尔主张将所有不会使用魔法的人通通处决。现在那些人只是被隔离了起来，但是这样还不够，那些拖后腿和包庇他们的人也该一并论罪。马修想起了自己的老爹，那个不管他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就会一脸慈祥夸赞他是自己骄傲的老头。看来他跟阿贝尔之间是不能好好相处了，三观不合就只能动手。阿贝尔控制人偶扑向马修，马修挥拳击碎一只人偶，突然发现从中溅射出不明液体，马修急速后退躲避，溅射到液体的地板瞬间被腐蚀出一处大坑。阿贝尔在人偶
中注入了强酸，还好心提醒马修小心一点。于是就见马修抽起一颗人偶脑袋，做出打保龄球的姿势，全集中呼吸着用力挥球。他碰都没碰到酸叶人偶，仅仅一击就像打保龄球一样，把朝他扑来的人偶全都打倒了。阿贝尔一直在说什么劣等基因，马修问：如果在这里战胜了你，是不是说明你才是劣等基因呢？马修想问出雷蒙的下落，阿贝尔表示他不认识马修的好妹妹，他只不过是在一视同仁的吸取这些学生身上的魔力。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是理所当然的权利，而马修甚至无力阻止这一切。马修一拳击碎阿贝尔派出的小丑人偶，既然强者为尊，那么如果他赢了，阿贝尔就得告诉他雷蒙在哪儿了吧？阿贝尔嘲讽马修只有口出狂言的实力，随后他手指轻轻一动，马修突然开始不受控制的朝自己脸上挥拳。他的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阿贝尔缠上了傀儡线。操纵马修自我殴打一顿之后，阿贝尔又觉得无聊，他断掉操纵马修的线，转而召唤出了已经被操纵成为木偶的芬恩。巴雷特则是因为负伤过重逃过一劫。阿贝尔操纵芬恩挥舞2把斧子朝马修砍来，并恐吓马修如果敢做出反抗的举动，他马上芬恩4分5裂。为了好好的安全，马修只能被动挨打。马修做不到放弃他的朋友，毕竟无论谁都想做个好人，但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然而阿贝尔这边刚放下狠话，他就发现芬恩手里的武器都被打烂了。马修只受了点皮外伤，还嘲讽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很有内涵，说着马修的怀里掏出金币。阿贝尔既然这么想要这个，那就成全他好了。最后马修手指用力一弹，金币径直擦过阿贝尔耳边，切断控制芬恩的丝线，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马修手上。哎呀，真是对不起，看来金币很粘他呢。阿贝尔已经不想再跟马修继续玩下去了，用傀儡线捆住马修，打算速战速决。这不像马修完全不受他的控制，只见马修腿部发力，做出起跑的姿势。阿贝尔操纵丝线的手指都被拉扯到向后弯折。阿贝尔对他朋友做出的一切，他一定要让他追悔莫及。马修瞬间挣开丝线，冲到阿贝尔面前，对他那张高高在上的脸就是一记膝踢。在被打中的瞬间，阿贝尔发动魔法人偶切换，马修从手部开始，渐渐变成了被操纵的无意识人偶。虽然逼得他使出了这种魔法，但在阿贝尔眼里，马修只不过是一只伶牙俐齿的兔子罢了。然而兔子只是兔子，是变不成狼的。阿贝尔把手伸进马修怀里，结果发现掏出来的不是金币，而是一只泡芙。而就在他把泡芙拿到手的瞬间，突然毫无防备的挨了一记下勾拳。马修抢过泡芙，他居然靠自己的力量从木偶状态挣脱了。阿贝尔都给他打懵了。人偶化的原理是切断大脑发出的电子讯号，从而夺取大脑对人体的控制。这种状态下的马修应该动弹不得才对，难道是脊髓反射？就像手碰到烫的东西会缩回，敲击小腿会有膝跳反射。为了快速应对威胁而不经过大脑的反射弧被称为脊髓反射。阿贝尔的魔法只是将人的躯壳变成了人偶操纵，但人偶的内部还是人类的真身。马修这么一出只有一个解释，那是他无意识的自我防御。居然就这么不情愿被抢走泡芙吗？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掠夺遭到反抗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如此，那他就用最强魔法将马修击溃。一只巨手朝马修所在之地拍来，人偶2级魔法提线木偶戏，一只巨大的扭曲人偶围拢在阿贝尔身边。他的魔法能将半径100公尺的所有人都变成人偶，在肉眼不可见的丝线接触身体的瞬间，人偶化就会开始启动。只要马修的身体被丝线触碰到，就会失去自由，变成任他玩弄的提线木偶。铺天盖地的丝线和人偶一起狂乱地扫过马修的所在之地，这是阿贝尔对他表达的敬意。狮子搏兔，一用全力，让阿贝尔再次被啪啪打脸。烟雾散去后，他巨大的木偶不知何时被马修拆得破破烂烂。阿贝尔大惊，马修是怎么躲过人偶化的？那些丝线根本不是人类能抗衡的。只有一直坐在门口的拉奥看得清楚。当阿贝尔使出魔法后，马修的身体曾不可思议地倾斜了一下，现在想来那是故意延迟丝线的接触时间，在左侧身体接触到丝线，右侧身体尚未失去自由的瞬间，将丝线全都扯断。这是多么野性且敏锐的战略！阿贝尔不可置信。马修问他怎么了？你流汗了呢，兔子先生。将狂化冲过来的人偶一拳击碎。马修瞬移到阿贝尔身后，倒栽中钳着他升到半空。数几击魔法，地狱坠落。阿贝尔头朝着狠狠砸在地上。没想到原来他也是一只兔子。阿贝尔的母亲是个非常温柔慈悲的人，虽然身为贵族，但对身份低微的人从来一视同仁。母亲经常教育他们不过是碰巧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但那样温柔的母亲却在给穷人分发食物时，被一个想独吞食物的男人刺死了。男人还说母亲总是过于天真，被捅死也是活该。他曾经也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自从母亲去世后，他明白了根本没必要给那些人过多的同情。出身底层的自有出身底层的道理，他们是绝对无法相容的。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召集优秀的人才，还借助了绝不该触碰的力量。就算在今天输掉了，想法也从未改变。底层的人生来就该被猎杀，因为那些蠢货大多出生于底层。阿贝尔的话让马修很为难，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雷蒙的下落。阿贝尔愿赌服输，答应释放所有被变成人偶的学生。马修觉得阿贝尔也不是什么坏人，毕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母亲。雷蒙被释放，大团圆结局达成，大家围在马修的身边庆祝。突然发现兰斯不见了，正走在路上的兰斯被雷恩叫住，雷恩一眼就看出了他不是这个学校的人，并二话不说发起攻击。但他的魔法在碰到兰斯的瞬间就被消除了，同时魔力珠的技术及登场爆表。而面前的兰斯摇身一变，正是雷恩一直在找的黑暗魔法组织纯粹的根源。仅
金发男易容成蓝色来到这里是为了找一件重要的东西，顺便去解决掉没用的阿贝尔。雷恩想要拦下金发男，但一把餐刀突然竖在他面前，食人魔皮尔拦下雷恩。金发男飞速朝马修所指的方向飞去，雷恩顿觉不妙，金发男的实力恐怕和神觉者相当，马修要遇到危险了。马修击败了奇摩亚之手的阿贝尔，成功解放了被变成人偶的学生们。而就在马修去了趟卫生间的功夫，一个妖娆的黄发男人飘进房间，他正是被神觉者雷恩通缉的纯粹的根源之一塞尔。塞尔一把上拍飞亲友团飘到阿贝尔的面前，见他伤痕累累，就问他是不是输给谁了，连在这所学校里成为第一都做不到，要他还有什么用？一股莫名的力量缠上手臂，阿贝尔不受控制的掐住自己的脖子，他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就在这时，马修端着一盘泡芙回来开庆功宴。就在塞尔想看这是哪儿来的不会看气氛的小鬼，一只苍蝇突然飞到马修鼻子上，马修打了个大字的喷嚏，手里的泡芙跟着飞了出去，插在塞尔的荆棘发冠上。围观的群众目瞪口呆，你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偏偏马修还一脸正经的让塞尔把泡芙还回来，他还要继续吃。塞尔一把把泡芙摔在地上，马修大受打击，居然敢这么对待他的真爱。塞尔刚想教训马修几句，脑子突然一疼，坏了，被泡芙砸伤了，并没有。看塞尔的意思，应该是他和他们要找的人之间产生的共鸣。再看马修这副痴呆样，塞尔又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他还是先打算把阿贝尔解决了再说。阿贝尔被魔法凭空吊起，一根黑炭凝成的尖刺即将贯穿他的身体，马修想跑过去就已经来不及了。而就在这时，阿比斯一个闪现拦在阿贝尔面前，被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奄奄一息的阿比斯向马修道歉，但恐怕是不能和马修一起吃泡芙了。指令正确，马修掏出了人送的魔法手帕给阿比斯止血。塞尔知道自己的攻击其实并没有造成致命伤，马修在他出手的那一刻知道丢了一颗石头，导致他的攻击偏移了方向。塞尔嘲讽阿比斯不过是阿贝尔的走狗，就见马修回头脸色不善地盯着他，最后一脚踩碎地面，将飞起的石块朝塞尔踹去。塞尔轻松徒手接住，顺便一脸吸引地舔了一口。我这把匕首可是涂了剧毒的。看马修一脸嫌弃，这个人好不讲卫生哦。马修表示他现在要带阿比斯去医院，如果塞尔敢妨碍他，不管是谁他都一起揍。塞尔邪魅一笑，再过30分钟得不到救治的阿比斯就会彻底死亡，但马修真的能救得了他吗？塞尔飞在空中召唤出黑炭尖刺朝马修袭来，马修疯狂挥拳打碎攻击，但仍旧处于下风。至于阿贝尔则彻底失去了反抗的意图，他们和塞尔之间的魔力差距实在太大。母亲经常对他说，他们只是碰巧出生在优渥的环境中，无论是出生才能还是容貌，能获得这些的人只是运气比别人来得好。他们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是赢不了塞尔的。阿比斯也是真的蠢，明明没有特地来保护他，挺身而出为两人挡下攻击的马修计划，那是因为阿比斯觉得很开心，一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的他过得相当的寂寞，光是活着就已经很辛苦了，所以当他知道自己也会被需要的时候，他一定很开心。马修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一定会救下他们。妈妈的话还有下一句，因为他碰巧在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所以阿贝尔，你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他就能更温柔的去对待别人了。见马修还不死心，塞尔照着黑炭之雨进行大范围的攻击。清醒过来的阿比斯让阿贝尔快逃，因为恶魔之远，他被所有的人乃至亲生父母惧怕谩骂，一直都生活在绝望之中。但只有阿贝尔对他来说不需要遮掩，他有赋予那双眼睛存在的意义，因为被需要，所以就算被当成工具也心甘情愿。马修光是抵挡塞尔的攻击就已经用尽全力了，那些黑炭尖刺不仅非常坚硬，数量还很多。马修虽然在顶着攻击一点点的前进，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他接触对手了。巴雷特倒是想去帮助马修，但是又害怕身边的芬恩和雷蒙成为目标。没想到塞尔居然还有更加高级的魔法。就在巴雷特纠结不已之时，人偶大手突然出现挡下攻击。阿贝尔召唤第二件人偶魔法支援马修。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是理所应当，但是对强者的反抗也是弱者应有的权利。他要用这双手来确认什么才是正确的。人偶在坚硬的黑炭攻击下完全不堪一击，很快就被砸得稀碎。塞尔刚想发起嘲讽，马修突然从一只人偶的嘴里冲出，对着塞尔就是一拳。塞尔的脸上的黑炭护甲被击碎了一角，还是第一次有人能破开他的防御。塞尔问马修的固有魔法是什么，马修想了半天回答物理。塞尔以为马修不想告诉他，于是拿出了反魔之镜，这是能将任何魔法都原封不动的反弹回去的魔法道具。对方的魔法越强，他的威力也会随之上升。巴雷特心中一惊，让马修赶紧停手，这是他们魔法师绝对无法抵抗的东西。马修一旦失误，可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了。想要破除反魔之镜，只能不用魔法，但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塞尔得意地举起魔镜，他迫不及待想要看马修被自己的魔法摧毁。没想到下一秒，马修抬腿，连人带魔镜一起踹了个稀碎。整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干什么？不就是一脚解决的事吗？那一瞬间，时间都仿佛凝固了。亲友团目瞪口呆，回想起马修之前的壮举，众人集体阿巴阿巴。这他妈的根本就不是魔法呀，是马修仅凭自己身体做到的事。马修的踢击并没有对塞尔造成什么伤害，而就在跟马修接触后，塞尔的手背上浮现一抹印记，他身后的空间突然如镜子一般破碎。没想到今天居然还有意外的收获。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说还有结束就离开了。多亏了马修的手帕，阿比斯脱离了生命危险。阿贝尔向马修道谢后，带阿比斯去了医院。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马修不会魔法的事却曝光了。亲友团当然是打算替马修保密的，却没想到变成人偶的学生突然惊醒，听到了马修不会魔
魔法的事实，大喊着要向学校举报马修。马修还能保住爷爷的安稳生活吗？马修表示不慌，他先吃个泡芙，反正那都是第2季的事了。物理魔法使马修第1季完结撒花。